丽倩用一场葬礼换来了自己天王嫂的头衔。2009年，朱丽倩的父亲去世，两人十指相扣出现在葬礼上，终于让这段地下恋暴露在了阳光之下。明明是一个千亿豪门的千金，为何心甘情愿的为刘德华隐藏20多年呢？朱丽倩的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首富，他舅舅陈志远更是马来西亚成功集团的总裁，业务遍布餐饮、地产、保险，甚至连星巴克在马来西亚的经营权都牢牢地握在了他家手里。所以朱丽倩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顶级白富美。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千金人生剧本应该是环球旅行、买遍爱马仕，和各国王子喝下午茶才对。结果呢，这位姐偏偏不爱江山，爱男神。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结婚生子，白头偕老。而她18岁那年，在电视上一眼相中的如意郎君，就是当时凭借《神雕侠侣》杨过一角火遍亚洲的刘德华。1986年，刘德华和香港足球队一起去吉隆坡参加活动。20岁的朱丽倩通过朋友介绍，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富家千金，一个是英俊潇洒的当红小生。两人一见钟情，迅速擦出了火花。然而当时的刘德华可不是什么纯情少男，他的感情世界那叫一个丰富多彩。一边是那个让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姑姑陈玉莲，另一边是那个在媒体面前毫不掩饰对他爱慕之情的红玫瑰乐坛天后梅艳芳。更要命的是，他当时还有一个唯一公开承认过的，甚至可能已经领证的正牌女友于可欣。这关系乱不乱？结果呢，朱丽倩一出现，刘德华身边那些纷乱的情史竟然奇迹般的都告一段落了。这操作简直是黑魔法级别的，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这刘德华的前任于可欣的母亲后来爆料朱丽倩根本不是什么小白兔，而是个狠角色。他明知刘德华有女友，依旧紧追不放，甚至不惜跳墙角。但不管过程如何狗血，结果就是朱丽倩赢了，她成功的走进了刘德华的生活。为了能和刘德华在一起这位千亿千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她放弃了在马来西亚的一切，一个人跑到了香港，甘愿成为刘德华背后那个见不得光的女人。从1986年到2009年，整整23年。这23年里朱丽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生活？在那个没有私生饭但狗仔队无孔不入的年代，刘德华的事业正处于4大天王的巅峰期。公司为了维护他的单身偶像人设，严令禁止他公开恋情。于是朱丽倩就成了一个必须被抹去的存在。她不能和他公开同框，不能和他一起逛街看电影，甚至连刘德华开演唱会她都不敢去现场，生怕被狗仔拍到，给男友的事业带来麻烦。她就像一个幽灵，活在刘德华的影子里。这份近乎于自虐般的隐忍有多可怕？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另一位天王嫂熊黛林。当年熊黛林和郭富城同样是地下恋，但熊黛林是怎么做的？她会故意去探班，会不小心被拍到同框，会对着媒体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不断去宣示主权。她忍不了那种憋屈。而朱丽倩呢，她一忍就是23年。这种极端的自我压抑和情感付出，往往源于一种极度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尽管她出身豪门，但在天王巨星的光环面前，她依旧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极其卑微的仰望者的位置上。她以为只要自己忍得够久，牺牲的够多，就能换来那个男人的承诺。然而她等来的却是前女友的致命一击。2005年，刘德华那位唯一公开过的前女友于可欣突然跳了出来，出版了一本堪称毁天灭地的书《情海星空，我与刘德华》。在这本书里于可欣巨细靡遗地描写了她和刘德华之间那些不可描述的亲密细节，内容之露骨劲爆，直接震惊了全网。这操作简直就是杀敌800自损1000的自杀式袭击。她得不到这个男人，就要把他彻底毁掉。面对这场前任复仇，作为现任的朱丽倩是什么反应？她再次选择了隐忍。她没有出来手撕于可欣，也没有和刘德华一哭二闹三上吊，她一个人默默地消化了所有的羞辱和不堪。这份定力简直是忍者神龟级别的。最终在2009年以一种极其悲怆的方式换来了转正。那一年，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病逝，作为女婿的刘德华于情于理都必须出席。于是在吉隆坡的机场，全香港的狗仔队第一次拍到了那个历史性的画面。刘德华神情肃穆，十指紧扣地牵着那个早已哭到双眼红肿的朱丽倩走出了闸口。那一刻，天王嫂朱丽倩才终于第一次有了名分。她用一场至亲的葬礼换来了自己等了半辈子的官宣，这其中的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在天王嫂的身份被公之于众后，刘德华仿佛也彻底松了一口气。他开始将自己从那个完美偶像的假面里解放出来，他不再刻意的回避媒体，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提起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他更是将自己活成了一个零绯闻的绝缘体。2012年，46岁的朱丽倩冒着高龄产妇的巨大风险，为刘德华生下了一个女儿李江慧。4年后50岁的朱丽倩更是拼着性命为刘德华生下了一个儿子，凑成了一个好字。如今的刘德华早已不是那个需要靠单身人设来圈粉的偶像了，他
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的男人。爱情里隐忍和等待或许真的能换来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到底值不值得你用半生的时间去交换？这个答案啊，恐怕只有朱丽倩自己才知道了。